来取我们的衣服了。看，在这儿呢。大家觉得怎么样？这可是很重哦。这个画框怎么样？高高的雪山祝福你们。这还有，这都是一套的。这本是《山歌聊斋》，这本是2002年的第一场雪，怎么样？还不错吧？关于刀郎老师签名符这件事情，我们要做一个澄清。最近看到了很多人都收到了刀郎老师的签名符，很多朋友都在问你们两个收到了没有？那为什么我们迟迟收不到刀郎老师的签名符？请小谷解释一下。因为新疆远呢。当当当当，因为新疆远啊，快递也需要走更长的时间。朋友们，刀郎老师给我们的签名符，他来了，收到了。那上面到底写了什么？咱们一起开箱看看好不好？你来揭晓。来，我来开。慢点开啊，这个袋子我觉得得留着。袋子也要留着。那就得留着吧。哦，那你来吧。我害怕。哎，噔噔噔噔，哦，是一来看看啊，小谷军师写了什么？快打开看。你看，高郎老师特意选了一个 XL 号，那应该是我穿的，我正好穿 XL 号。这你还想着穿？来吧，谁都不能穿。看看写的是什么？我们还没看啊，来，大家先看。快来看，后面是山歌响起的地方，看看前面是什么？高高的雪山。祝福你们！我去，猜的太对了吧？同样是聊过，同样是把歌词改了。我跟你说的。高高的雪山，祝福你们，朋友们！谢谢刀郎老师，感谢刀郎老师，感谢高高的雪山，也感谢所有大大小小对我们的喜爱。朋友们，高高的雪山，祝福你们！大家好，我是新疆小谷。我妈是南疆人，我妈很小的时候就跟着我的大姨一起来到了北疆，当时她应该是12岁。大概在40年前，我大姨带上她的家人还有我妈，坐上那种大卡车，有翻斗的那种大卡车，我妈妈坐在车斗里面，在车兜里睡，在车兜里吃。整整用3天3夜来到了北疆。后来妈妈认识了爸爸，他们相恋结婚。那个时候独库公路已经开通了，那是92年。独库公路开通了以后，北疆到南疆的时间缩短成1天，8、9个小时就能到达。而如今我也长大了，新疆的发展越来越好了。随着天山胜利隧道的打通，北疆到南疆只需要3个多小时了，1天的时间就可以北疆到南疆来一个往返。我作为第一个开着国产新能源汽车极氪001的车主，成功穿越了天山胜利隧道。我亲身见证了时间的变化和新疆交通的变化，我感觉到自豪。现在的新疆交通越来越方便了，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大美新疆玩一玩、吃一吃、尝一尝我们新疆的水果。大美新疆欢迎你！花过这样的1元钱吗？你知道这位印在这里的人是谁吗？他就是我们新疆人，祖籍山东，他就是金茂芳。1952年，19岁的山东姑娘金茂芳响应国家的号召，满怀豪情地踏上了西行的列车，最终来到了新疆石河子这片广袤而荒凉的土地上。在这里，她握起了方向感，成为了新中国第1代军肯女拖拉机手，也是兵团最早驾驶摩托斯拖拉机的女性之一。你能想象吗？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金茂芳和她的伙伴们以拖拉机为战场，与荒漠戈壁开展了较量，烈日风沙是常态，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是家常便饭。但他从未退缩，在他担任机车组组长的7年时间里，他完成了超过25万个标准亩的工作量，相当于用7年的时间干完了20年的活儿。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字，这背后是戈壁变良田、荒漠变绿洲的奇迹，是用青春和汗水书写的传奇。正因为这份卓越的贡献，他被公认为是1960年版第3套人民币1元纸币上那位女拖拉机手的主要原型。当人们称赞他时，他却无比的谦虚地说：“那不是我，那是我们全体兵团女兵的缩影。”是的，那1元纸币印的不仅仅是金茂芳个人肖像，更是一代人集体丰碑。它象征着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军肯精神，也铭记了像金茂芳一样千千万万从五湖四海来到新疆的建设者们。他是我们新疆人，他的根在山东，而他的精神深深地扎根在了新疆这片他奋斗终身的土地上。退休后，他依然在向年轻人讲述着当年的故事，让红色的基因、奋斗的火种代代相传。所以当我们再次看到那1元钱时，它不再仅仅是一张纸币，它是一段滚烫的历史，是一首青春的赞歌，更是一位名叫金茂芳的老人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一代开阔者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说刀哥团队里面的瑶瑶今天有演出，在成都，我现在在乌木齐，走，我们上车。
等一下，时间好像来不及，咱们去不了现场的朋友们一起祝瑶瑶演出成功。另外，我还有一个重要消息，今天不止瑶瑶有演出，刀郎老师团队里面的另一个人也在演出，他是谁呢？今天晚上9点演出就要开始，我们现在就出发，朋友们期待我的视频吧。全运会的开幕式你们看了吗？很多人纳闷，新疆怎么那么特殊？怎么有2个代表团？看看咱们新疆2队人马，胜算是不是变大了？这2个代表团分别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代表团，有252名运动健儿，这里面可是有几匹黑马，大家敬请期待他们的表现吧。另外一个新疆的代表团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育代表团，他们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扎根祖国边疆，在建设美丽新疆繁荣兵团的伟大事业中书写新时代体育篇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新闻里面经常提到，兵团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兵团承担着屯垦戍边的职责，这可是老祖宗千百年前就有的智慧，从西汉就开始了，闲时务农，战时转兵，解决了边防人员不足和偏远边疆运粮2大难题，为迷人的老祖宗点赞吧。历史上真正的唐僧根本就不是玉帝哥哥，他可不是《西游记》里面演的那样，被封为唐王的弟弟，骑上白马，披上锦兰袈裟，拿上紫金钵盂，风风光光地走上取经路。真正的唐僧就是玄奘，他没有通关文牒，更没有锦衣玉食，他是从西安逃出来的，一路向西，他就是躲躲藏藏，风餐露宿，而且在踏入西域的境内险些命丧沙漠。真正对他好的是新疆吐鲁番的高昌王曲文泰，现在的吐鲁番还保留了很多佛教石窟，当时能够建庙开窟是一个家族兴旺发达的标志。作为中西交通要道，这里的石窟风格非常的独特，以东边凉州的造像组合为主体，又吸收融合了西边龟兹的造像特征，如此融汇东西，内容独特的石窟只有在吐鲁番才能看得见。看到这些石窟，玄奘也感觉叹为观止。他在高昌待了10几天，曲文泰想把玄奘留在高昌，他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给玄奘讲了自己在长安生活的往事，讲了他小时候跟随父亲第一次见到隋炀帝的故事，他向往中原王朝，在高昌国他也是效仿隋朝的制度治理国家，也许玄奘能给他做国师，一定对他有很大的帮助，但玄奘身上的使命让他不得不离开。曲文泰几次3番的挽留，得到的都是坚定的拒绝，终于他生气了，威胁玄奘说，如果你不留下，我就把你送回大唐。玄奘以绝食抗争，最终曲文泰妥协了，同意玄奘西行。玄奘赢了，但也有条件，曲文泰提出要求，与玄奘结为兄弟，至此他才真正的成为玉帝哥哥。玄奘答应曲文泰取经完成后回来讲经3年。玄奘离开高昌时，曲文泰为玄奘准备了法服30件、棉衣、手衣、靴、袜等数件，黄金100两，银钱3万，绫吉绢等500匹。同时曲文泰一口气写了24封国书，每封附大令1匹为信，请求沿途各国给予关照。公元640年，唐朝发兵高昌，曲文泰发病不治，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能等到玄奘回来。我曾经带着622个新疆哈密瓜去了重庆，而新疆现在每年带着361度哈密的电能会去到重庆。今年6月，哈密至重庆中负电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正式投产送电，未来重庆20%的电能将由新疆供应。该工程起于哈密巴利坤哈萨克自治县，落于重庆市渝北区，线路全长2260公里，成为连接西北能源基地和西南经济引擎的一条能源丝绸之路。重庆作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以及内陆开放的综合枢纽，正展现出蓬勃的经济活力。而电能是保障重庆实现高质量发展、提高民生扶持的重要支撑。新疆是国家规划建设的3基地1通道和大型清洁能源基地，是西电东送的重要送段，拥有9大风区，而哈密便占了其中3个。哈密是全国日照最充裕的地区之一，全年日照达3170到3380小时。这些条件让哈密成为江滇入渝工程的理想起点。日照时间长也是哈密瓜之所以那么甜的重要原因。我带的哈密瓜从新疆来到重庆用了4天时间，而哈密的电能来到重庆只需要0.7毫秒的时间。他们走的是一条点对点、直达输送、中间不停靠的电力高速公路。这条能源高速公路的建设是世界级的工程，它克服了超远距离、特高压等级、复杂环境、尖锐技术等世界级难点。从大漠孤烟到山城灯火，一条条银线跨越的不只是高山，是一个携手共进、共赴繁荣的未来。希望新疆的绿电源源不断地走进重庆的千家万户，也希望我带的新疆哈密瓜能够把甜蜜带到重庆朋友的心中。
有人说全世界都有新疆人，但唯独新疆留不住新疆人。好像很多人生来就是为了逃离新疆，偏远、贫穷、落后，这些是曾经新疆的代名词。我也是一样，高中就开始去其他城市读书，大学也没回来。经过我不断的奋斗，我终于离开了新疆，在北京生活了多年。最终我带了一个痴情的小伙回来了。我出去新疆可不是因为大家对新疆的偏见，我这属于招商引资，跟你们说新疆好着呢，不光水果甜，不需要科技，天然就甜，而且新疆未来发展潜力也巨大无比。这里是亚欧大陆的中心，随着水路运输的不确定性增加，大力发展陆路运输正在变成未来的趋势。国家正不断的在新疆加大投入，新疆显然已经成为最具潜力的区域之一。朋友们，新疆要不要来考察一下？大家觉得新疆的哪个城市好呢？完了！牛奶喝不完怎么办？把它做成酸奶。今天教大家做酸奶，来吧，我们开始。我们先把锅烧一下，把里面的水弄干，把鲜牛奶倒锅里烧开。哇，5斤的牛奶这么多，把它烧开，烧开以后把它晾到40度左右。看好牛奶在煮的过程中会形成一层奶皮子的，稍微再烧一下。完了！没事，不影响，煮冒了就好了。容器要烫一下，奶皮子给你挑出来看看，看这么厚，天哪，这可以悄悄的吃掉。把晾好的牛奶放到我们的容器里。接下来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把我们的引子倒到我们的牛奶里面，这就是新疆的酸奶。这么小一罐可以换来这么大一大盆，还是很划算的。看，新疆的酸奶是固体的，需要把它挤出来，把它搅拌均匀，用保鲜膜给它封口，把它放在电饭锅里面就可以了。等待8到10个小时，我们看成果。朋友们，我们的酸奶已经做好了，到底成功了没有呢？哇，看这个状态就是成功了，它已经结成块了。真正的好酸奶就是这种固体的才是。看，有点酸，上面有一层奶皮，特别好吃，很成功。按照我的方法做起来吧。完了！牛奶喝不完怎么办？把它做成酸奶。今天教大家做酸奶，来吧，我们开始。我们先把锅烧一下，把里面的水弄干，把鲜牛奶倒锅里烧开。哇，5斤的牛奶这么多，把它烧开，烧开以后把它晾到40度左右。看好牛奶在煮的过程中会形成一层奶皮子的，稍微再烧一下。完了！没事，不影响，煮冒了就好了。容器要烫一下，奶皮子给你挑出来看看，看这么厚，天哪，这可以悄悄的吃掉。把晾好的牛奶放到我们的容器里。接下来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把我们的引子倒到我们的牛奶里面，这就是新疆的酸奶。这么小一罐可以换来这么大一大盆，还是很划算的。看，新疆的酸奶是固体的，需要把它挤出来，把它搅拌均匀，用保鲜膜给它封口，把它放在电饭锅里面就可以了。等待8到10个小时，我们看成果。朋友们，我们的酸奶已经做好了，到底成功了没有呢？哇，看这个状态就是成功了，它已经结成块了。真正的好酸奶就是这种固体的才是。看，有点酸，上面有一层奶皮，特别好吃，很成功。按照我的方法做起来吧。11期间，很多刀迷因为一个人来到了新疆，怎么样？新疆美吧？但你们知道吗？大家能来新疆，还要感谢另外一个人，一个湖南人。你们猜猜他是谁？新疆是我国陆地面积最大的地方，这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就是一个湖南老头抢回来的。这个人就是左宗棠。这世上多数人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被逐渐淡忘，历史上那些丰功伟绩的名人也大多如此。但有极少数的人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愈加光彩夺目。左宗棠就是属于
于那极少数之一。清末中亚的阿古柏势力在沙俄的支持下入侵新疆，朝廷内部出现了巨大的争议，不少官员认为新疆是不毛之地，主张放弃，集中力量巩固海防。在这个决定国家疆域的关键时刻，当时已年过花甲的左宗棠挺身而出，他以非凡的战略远见，力排众议，提出了那句著名的论断：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他深刻地指出，新疆的存亡直接关系到国家核心地带的安危。为了筹措军费，他殚精竭虑，甚至不惜个人的名义借贷。最令人动容的是，在他年近古稀率军西征时，他的队伍中随行着一口为自己准备的棺材。这抬棺出征的壮举，昭示的不是悲情，而是不成功便成仁，誓与国土共存亡的坚定决心。最终他成功了，这场艰苦的西征为我们的国家守护住了这片西北屏障。所以今天我们能够自由地探访喀纳斯的静谧湖水，驰骋在伊犁的辽阔草原，感叹于这片土地广袤与富饶，都不要忘记，在140多年前，曾经有一位湖南老人以风烛残年之躯，怀揣着对国家的无限忠诚，为我们抬棺出征，收复了这片失地。历史的长河会冲刷掉许多的记忆，但总有一些人与事，如同璀璨的星辰，历久弥新。左宗棠和他所代表的捍卫国土、勇于担当的精神，正是这一颗永不暗淡的星辰，永远值得我们缅怀和敬仰。演唱会结束以后，好不容易休息几天，你们天天催我，天天催我，好吧，我终于开始工作了。今天我们要去阿克苏，大家心心念念的阿克苏的冰糖型苹果终于要上市了，大家注意了，现在经过3次双降的阿克苏冰糖型苹果才是真正核心产区的。这次我去阿克苏的任务是摘一车苹果，大家期待吗？请告诉我，中国足球的希望在哪里？朋友们，属于新疆的世界杯在阿图什开幕了，来看现场，世界波倒挂金钩，后脚跟过人，你能相信吗？你没看错，这就是新疆阿图什足球邀请赛。参赛队伍来自新疆10个地州16支队伍，这次球赛的奖金高达210万。阿图什杯足球邀请赛已经是第3届了，想必你也是来过新疆的人，但这阿图什到底在哪里？阿图什位于新疆南疆，是科泽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首府，是我国地理位置最西的地方。为什么比赛在阿图什举办？因为阿图什被誉为百年足球之乡。阿图什的足球运动已经有140年左右的历史。1885年，阿图什的伊科萨克村正式接触到了足球运动。1927年5月，伊科萨克村足球还击败了外国领事馆的足球球队。这场比赛也都快过去100年了，但热爱从未停止，足球运动已经在阿图什生根发芽了。朋友们，期待吧，中国足球加油！今年新疆有2件事儿都是一票难求，第一就是刀郎老师的演唱会，4场门票都很难抢；第二就是现在的阿图什杯足球邀请赛，听到最多的就是门票没有。阿图什足球赛是场场爆满，有没有懂足球的说一说阿图什足球邀请赛到底是什么样的水平？阿图什足球邀请赛现在比赛已经到了1/4决赛，前8强分别是阿图什有2队，亳州、克州、和田、霍尔果斯、伊宁、喀什，这2天4强即将决出。朋友们大胆的预测一下，冠军到底是属于哪支队伍呢？今年新疆有2件事儿都是一票难求，第一就是刀郎老师的演唱会，4场门票都很难抢；第二就是现在的阿图什杯足球邀请赛，听到最多的就是门票没有。阿图什足球赛是场场爆满，有没有懂足球的说一说阿图什足球邀请赛到底是什么样的水平？阿图什足球邀请赛现在比赛已经到了1/4决赛，前8强分别是阿图什有2队，亳州、克州、和田、霍尔果斯、伊宁、喀什，这2天4强即将决出。朋友们大胆的预测一下，冠军到底是属于哪支队伍呢？你相信爱情吗？刀郎老师有一首歌曲叫《艾利弗与塞乃姆》，我寻遍天山南北，我要找到你塞乃姆。不管是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这里寻遍天山南北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这是在地理空间、自然环境和人文交通3重维度上都充满了极限艰辛的真实跋涉，其难度非常之大。天山山脉横亘新疆中部，将新疆分为南疆与北疆，天山南北覆盖的区域超160万平方公里，几乎相当于7个湖南省的面积。从北疆的阿勒泰草原到南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从伊犁河谷到吐鲁番盆地，不仅直线距离动辄上千公里，还隔着无数陡峭山口、戈壁荒漠和无人区。在没有现代交通的背景里，靠骑马步行穿行，一趟完整的天山南北寻踪可能需要耗费数月甚至数年。上千年前的张骞出使西域，驼队马帮穿越天山要7天7夜；上百年前的左宗棠抬棺出征，急行军靠栈道穿越天山需要3天3夜；几十年前的刀郎来到新疆天山南北采风，汽车通过独库公路也需要
整整1天。但现在在基建狂魔的疯狂输出下，世界上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顺利通车了。天山胜利隧道全长22.13公里，2020年4月隧道开工建设，用14年多全部关通。它的顺利通车让南疆、北疆的通行时间缩短至3个多小时。隧道开通的第1天，我就驾车体验了这伟大的壮举。我寻遍天山南北，我要找到你塞乃姆。现在不需要像以前那样有千辛万苦了。哎，问你一个问题，我爸妈33周年纪念日，我不知道给他买啥，送什么惊喜好呢？得有点新意的。那他们怎么认识的呀？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事儿？爸爸妈妈认识的时候是30多年前，他们认识的非常浪漫。我妈去商店里面买个线，出来的时候迎面撞上了我爸，他手上的东西就洒在地上，他们2个一起捡的过程中，我爸就相中了我妈，就开始疯狂的追她。情深深雨蒙蒙吗？差不多吧，但是他们年龄相差特别大，我爸比我妈大17岁，所以他们经历了很多的困难，受到了很多的阻碍，但最后还是在一起了，现在非常的相爱。那个时候日子过得苦，我爸爸用几个囊就把我妈给娶走了。还是爸爸幸运。后来我爸爸妈妈努力工作，爸爸第一次带妈妈去吃烤全羊就在南疆。以前我妈妈总是说这个是她吃过最好吃的一个烤全羊，还说带着我跟弟弟一起去吃，但一直没机会。哎，那结婚纪念日咱们就直接去把这个烤全羊给他买回来呗，给你妈妈一个惊喜。那太远了吧，从乌鲁木齐到那边也需要7、8个小时，1天来回不了。你忘了天山胜利隧道通车了，咱们过去也就3个多小时，来回也就6、7个小时，有我呢。哇，你开车我放心。快走快走，车应该充满了吧？这是我第一次开着电车穿越天山，也不知道这电车在大冬天行不行。走，出发。戈壁沙滩边2天，积雪融化关农庄。我们现在即将进入乌若高速了，马上我们要驶进天山。前面就是天山胜利隧道的入口了。咱们即将进入全世界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全长22.13公里。我感觉全世界有能力且愿意在这么巨大的山脉里面打隧道的，也只有我们中国。天山胜利隧道这段山脉里面有16条深层大型断裂带，地质特别不稳定，难度也非常巨大。这么长的隧道，为了解决通风问题，需要在两边搭很多的通风竖井，最深的要707米，200多层楼那么高。这么巨大的工程原本要打10多年，结果优化后的方案只用了52个月就全线贯通了，厉害吧？我应该是第一个开着极氪011穿过天山胜利隧道的人，距离出口还有5公里，我们马上就要成功了。开了3个多小时，我终于到了。羊应该好了，走，我们去拿羊。好的，南疆这边来拿。老板，我的羊好了没有？我们的羊好了，我们看看。我跟他说了要烤焦，看看里面。这羊肉多少公斤这个155。155？对，1公斤155。不是，都重。多重吗？7、8公斤。7、8公斤。来，我们来装车吧，天都黑了，赶快出发。走，大家发，大家发，祝你们结婚纪念日快乐！我们美丽的田园，我们和爱的家。我妈说，这33年我们也没吵起来，也没打起来，顺利的度过了这个33年，以后的日子还继续幸福下去。看，烤全羊还是热的。烤全羊上桌了。弹起你的冬不来。这个可是你之前总是跟我说，就是你特别想吃的以前的那个烤肉，我是从南疆拿过来的。今天一天开了车，
团结，歌颂领袖毛泽东。歌祝人民大团结，歌颂领袖毛泽东。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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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蛋糕来啦！来来来来来来来，我们美丽的田园，我们可爱的家乡。我们美丽的田园，我们可爱的家乡。